3月22日，人民币突然大跌400点，离岸和在岸汇率均创4个月以来新低。受汇率影响，股市也大幅下跌，沪指下跌 1.4%，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3%。自从疫情以来，中国政府一直寄希望于经济复苏，但是事与愿违。不仅房地产现在已经回天乏术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再掩盖，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原来政府曾花费巨资支持的新能源汽车行业，突然遭到发达国家的抛弃。在人工智能这项技术上，欧美日韩一致对中国进行封锁。尽管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有明显作假成分，但是根据胡润财富报告，中国第一次出现富裕家庭数量下降。3月19日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3胡润财富报告 Hurun Wealth Report 2023显示，截至2023年1月1日，除港澳台之外，中国大陆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为415万户，比上年减少 1.2 万户，减少 0.3%。拥有1000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为169万户，比上年减少 1.6 万户，减少 1.0%。拥有1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为 11.2 万户，比上年减少3950户，减少 3.4%。拥有3000万美元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为 7.4 万户，比上年减少3180户，减少 4.1%。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，2022年疫情冲击叠加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，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，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私人财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。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，总财富比前一年下降 3.6% 至158万亿，是全国 GDP 的 1.3 倍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3月21日，财政部数据显示，今年前2个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3262亿元，同比下降 15.9%。这一降幅大于前2个月税收入降幅负 4%， 也大于去年全年个税收入降幅负 1%。面对进入通货紧缩的财政状况及各地方政府的天量城投债，中央政府印发了天量货币。截至2024年2月末，我国的 M2 余额为 299.56 万亿元，同比上涨 8.7%， 一个月涨了1万多亿，意味着下次公布金融统计数据时，中国的 M2 将进入300万亿时代。面对这样的货币发行量和中国的经济基本面，维持人民币美元汇率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中国现在不仅在科技上被完全封锁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，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减少208万人，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。同时，幼儿园数量也大幅减少，去年减少了 1.48 万所，主要原因是没有新生儿。很多医院也已经关停了产科，反映了出生率下降的严峻形势。会管信息科技研究院副院长、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表示，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，主要是外部原因诱发。近期非美货币比较弱，以日元为例，日本加息之后，日元不涨反跌，触及近2年的低位，这种情况带崩了其他周边货币，人民币也算在其中。另一方面，今日人民币开盘价较之以往下跌幅度增大，随后外围市场先下跌，在岸人民币市场也随之迅速走弱，这算是预期实现。人民币接续走势如何？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，央行偏积极政策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。从趋势看，人民币面临环境继续偏有利。一方面，国内经济循环畅通，宏观政策有力支持，经济有望向潜在水平回归。在外贸韧性及人民币资产估值修复趋势下，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。另一方面，发达经济体央行进入政策新周期，制约美元上行空间，预计中美利差有望向常态收敛。总之，从长期看，人民币不具备维持汇率的基础。您对人民币汇率走势有什么看法？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。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